思念你，就仰望天际，祈求老天让你平安顺利。很少提及我多孤寂，不想成为牵绊你的压力。太累了，就微笑想你，疼惜你的辛苦，你的独立，不停绕着地球飞行，是你给我奋斗突破的勇气。我们的爱千千万里，越是不容易才越懂珍惜。如果不是无法日夜相依，怎么会更把握分秒相聚？命运给再多的撞击，只让爱更有意义，有更多情景值得去回忆。我们的爱千千万里，越是不容易才越懂珍惜。如果不是无法日夜相依，怎么会更把握分秒相聚？我只是要我的爸妈亲自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要求，就这么难吗？所以你非要改期了，所以你非要我爸妈去跟亲友们一个一个道歉，一个一个解释，然后重印喜帖，重订饭店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的很容易啊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爸妈的心情？那我爸妈的心情呢？你们谁在意啦？没有人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。我拜托你理智一点好不好？我哪里不理智？你对我爸妈发脾气就是不理智。你马上要成为我们家的媳妇儿了，我拜托你懂事一点好不好？我不懂事，那你娶我干啥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。这个婚啊，我不结了。那你好啊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圆圆她会这么激动，我代替她向你们道歉。又不是你的错，道什么歉啊？难不成你替他承担，替他道歉了，他就能接受明天的安排？圆圆她态度还是很硬。难道他爸妈不来，他就不结婚了？他现在不结还来得及。爸，你爸说的当然是气话，
这个婚礼筹备了那么久，很多重要的宾客都是你爸爸一个个打电话去邀请的，他有多期待，你知不知道？凤如，你一向最乖巧懂事，我相信你的新娘子也会跟你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妈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相信圆圆是因为一时冲动才说不结婚了，你不能跟着起哄啊，要以大局为重，好好的劝劝她吧。好了啦，别跟孩子怄气了。想想圆圆离乡背井的，一心希望父母能来，现在希望落空，她难免情绪失控，心里应该也不好受啊。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。可是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呢？他们会怎么想？那你的意思是？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等郑江的亲家来，再举行婚礼。我可不想让亲友看到新娘子板着一张脸。临时取消婚礼，哪有那么容易的啊？饭店会扣定金就算了。那我们要怎么跟那些亲朋好友解释呢？还有他们小两口的感情会不会受到影响？这都要考虑的啊。那你要我怎么办呢？难不成我去跟他道歉了？算了算了，我不想管了。头痛，让我休息一下吧。你说忙活了半天，还是没办法参加圆圆的婚礼，圆圆一定失望极了。可不是嘛！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做父母的不能出席，真泄气。也不知道圆圆现在知道没有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她做新娘子的心情。喂，圆圆啊，圆圆啊，我是妈妈，你听得到吗？乖，不哭啊！你马上就做新娘子了，不能哭的。妈，你们不能来，我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傻丫头，你别哭啊！你哭让爸妈多难过啊！是啊，可是你们不能来，我结这个婚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丫头，这是没办法的事啊！丫头，你入境随俗，要照人家规矩办事啊！人家帖子都发了，酒店都订了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丫头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丫头。是啊，乖，只要我跟你爸把手续一办下来，我们马上飞过来看你啊！现在呢，你就要配合夫家的安排，欢欢喜喜的出嫁，别胡思乱想了啊！听到没有？可是我公公准备找人顶替你们的位置出席婚礼，这是好事。可我不能接受啊！我很生气的回绝他们。
丫头，这些你不懂事啦啊！亲家公这么做，他是情非得已呀，他是把两家面子都顾全了。你要体谅长辈的用心嘛，丫头。可是他们找人顶替你们，难道你们就不生气吗？我跟谁生气啊？哎，亲家公他没做错，这是长辈的一片好意啊，丫头。是啊，我们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要是哪天凤如欺负你，那我才要真的生气呢。只要你过得幸福，我们就不会生气的啊。妈，没想到你们比我还通情达理。傻丫头，你都要结婚的新娘了，生气难过不值。除非你不想嫁给凤如啊。你真不嫁凤如？谁说的？好，丫头，那你自个好好想想，别把婚事搞砸了啊。妈，先这样，先不说了。我等你们过来啊。好，再见了。这整件事情，我很遗憾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希望岳父岳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爸妈他们也一样，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为了筹备我们的婚礼，他们奔波忙碌了好一阵子，他们受累还不打紧。还说要以我们新人的名义来捐款赈灾，认养缅甸的孩童，来作为我们新人的祝福礼物。爸妈对我们的用心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个我当然知道。你心里难过，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，但是你对爸的态度真的很伤他的心，好像他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。你想想，我们还没有结婚，关系就闹这么僵，那以后呢？要怎么相处？跟爸道歉好吗？你做得到吗？爸，我是特地为了白天的事来跟您道歉的。我的反应太过激烈，对爸的态度不是很好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是一时心直口快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希望爸能原谅我的不懂事。圆圆啊，本来我是不指望你道歉的，
没想到你亲自来了一趟，我很意外，也很感动。所以爸愿意原谅我了。其实啊，我也有不好，我太自作主张，难免会让你反弹嘛。不是，是我太过心急，太想念镇江的父母，是我不好。好了，话都说开了，我们就都不要放在心上。早点回饭店休息吧，明天当一个最漂亮的新娘子，知道吗？谢谢爸。画这什么？一颗心，由衷的感恩。我把大家这样搞得鸡飞狗跳的，巴不得赶快找个地洞给钻下去了。你还跟我感恩什么？感恩你刚才为爸所做的，我看得出来，爸他真的很感动。我相信啊，以后我们一家人的心会更紧密的靠在一起。哎呀，我承认啊，我自己打小就被宠坏了。我父母时常护着我，我也对他们十分的依赖。只是啊，很多事情我会视为理所当然，那脾气啊来得很快，甚至呢，身旁的人有时候都招架不住了呢。有同感，我可是深受其害。你这么说，好像跟我在一起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你才知道。哎呦，我真不是故意的啊！我这个人啊，就是个性直，不懂得转弯。是一个人只身到国外念书才知道啊，这样的个性是会得罪人的。所以你有在反省喽？那当然喽，有反省才有成长嘛。希望啊，我的另一半能够常常提醒我呢。你从小被宠坏啦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哦，你天资聪慧，脑子好，很多事情啊，不用我提点，一点就通了，早就明白事理了。哇，我好像被捧上天了呢。好啦，以后啊，我们不要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以后啊，咱们的小日子啊，要过得和和美美的。羡煞所有人。你们先坐，坐一会儿。哎呀，太开心了，来坐。啊。怎么样？地方都好找吧？时间差不多了，上去吧。来。
非常感谢各位嘉宾，今天莅临凤如还有圆圆的婚礼，并且送上无限的祝福。我首先要说的是，圆圆的父母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亲家，因为赶办手续来不及，所以今天无法出席结婚典礼。那我个人觉得相当的遗憾。可能很多嘉宾啊也不知道，凤如明明是我周总田的儿子，可是为什么会姓翁呢？今天我就为各位解开这个谜。我们家师姐的娘家一直希望可以有人延续香火，所以为了成全岳家，我们就在凤如念国中的时候啊，把她过继到了翁家。所以周凤如就是翁凤如，翁凤如就是周凤如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我的祝福也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小两口啊，在婚后能够赶快增产报国。第一胎呢，当然跟着凤如姓翁。第二胎啊，因为圆圆也是个独生女，所以就跟着姓吴。至于第三胎呢，多多益善，通通姓周。我非常感谢我的公婆，因为有他们的大人大量，凤如才能姓翁。也谢谢我们家师兄的成全。师兄说的没错，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今天是翁家、周家以及吴家一起办喜事。爸，你看这张。哇，圆圆，这把你拍的好美哦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这根本就是那个偶像剧女主角，叫做什么叫？好了，别捧我了，你是想我夸你帅是吧？好了好了，新郎帅，新娘美。不过不是我吹嘘啊，没有我多年熏陶，凤如不会这么帅，眼光不会这么好，不会选到这么优秀的圆圆的。哎，周炯如啊，你夸奖别人还不忘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？我看你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吧？好了啦，这些照片收好，带回去女王娘做纪念啊。嗯。凤如，再检查一下，看看护照啊、证件啊带了没有？好。床头上的红包是你偷偷放的吧？你不要跟我说谢谢啊！我是怕自己的弟弟啊，在美国没饭吃。凤如啊，在那边好好念，拿个博士回来，全家人以你为荣。嗯。请进。还在忙啊？
差不多了，反正单身汉的行李啊，最简单了，随便收一收就好。单身汉啊，更要懂得为自己打算。哎，这钱收着啊。哎妈，这钱你自己留着，我用不着。早上你才给凤如钱，你自己够用吗？凤如的钱应该由爸妈来给才对啊。妈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要是我自顾不暇，怎么可能去帮助凤如？我没那么伟大啊。是吗？放心吧，我有我的打算。更何况啊，我在大陆花费的少，但凤如不一样啊，她成家了，也有负担了，身上多带点现金，必须的。怎么说你都有理啊。我要是硬熬起来啊，你们可是说不过我的。今天一个飞美国，明天一个飞大陆，3个儿子，2个都不在我身边。有时候想想，还挺失落的。安娜妈，有个最贴心的陪你嘛。你也觉得炯如贴心啊？当然了，炯如比我贴心多了，常常跟你们嘘寒问暖的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让你含饴弄孙，这还不叫贴心啊？说到这个啊，炯如都生2个了，你呢？婚事8字都还没一撇。哎，你娜拉阿姨啊，一直说要帮你介绍女朋友。哎呦，这位师姐啊，你已经是好命婆了，别再不知足了。每天早上啊，到松山的联络处熏法香，跟大家一起共修，我们真的很幸福啊。不但知识大有长进，最重要是心灵上的丰收，真的很有福报。门怎么锁得好好的？是不是凯文已经出门了？不是说要送他去机场吗？难道他要一个人自己去了？凯文，凯文，凯文啊！不要找了，他已经出门了。哎，这孩子真是的，去大陆工作也好几年了，从来不肯跟我们好好道别。大概是不想要面对离别的感伤吧。你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了。知子莫若父嘛，
我可不能输给我阿爸。来，这什么啊？哟，这有好几万吧？这纸条啊，以前没给你们钱，是因为赚的少，不够用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请笑纳，凯文。这个钱啊，是儿子要孝敬你的。难道不是孝敬你的？那你为他操了这么多心，他现在知道报恩了，当然应该你收下了。倒不是给钱，就是报恩。只是我发现，他现在真的懂事了，会想了，是个成熟的大人。现在想想啊，以前骂他训他，好像都是白忙一场。那要是没有以前辛苦的日子，怎么会有现在甜美的果实呢？以前是我太不懂得善解了。鸡妈咪曾经告诉我，要常夸孩子孝顺、懂事。只要认为他们是真的孝顺，他们的孝心就会绵延不断，一直延续下去。是啊，我也觉得，以前我们太少说凯文好话，我们都没有给他正向的力量，他怎么能够正向的回应我们？是啊，现在明白了，只要我们的心念转，孩子的心念也会跟着转的。老师，我们又来看你了。好快啊，1年又过去了。我跟总田又老了1岁了。好在几个孩子都没让我们失望。老大凯文终于可以展现他的潜能。在大陆工作越来越上手，人也更成熟懂事了。老二炯如在音乐领域上累积了丰厚的资历，现在学生越来越多了。至于老三凤如呢，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就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的工作。也许他们都不是最优秀的，但一路走来，我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坚持而努力。这也是老师一直教诲我们的。我相信老师跟我一样，一定感到很欣慰。老师，虽然我们体力不如从前了，不过我们跟你保证，只要我们还在的一天，这年复一年的扫墓还有探望，是绝对不会中断。
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你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约定的。妈妈给你，谢谢。那来这个。爸爸，我也要学。好啊，学钢琴的小孩不会变坏，还会变得更好。好久没听你弹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家里变了个样子啊！阿公阿妈，爸妈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！阿公阿妈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！哎，来来，结婚纪念日蛋糕。哎呀，这么有心啊！谢谢啊。真不愧是模范夫妻贤伉俪，真有默契哎。是不是该吹蜡烛了？哎，等一下吧。奇怪，怎么还没到？还在等谁啊？来了。周总田先生，翁珍珍小姐，快递。怎么那么像凯文的声音啊？请签收。凯文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放假怎么没跟我们说一声啊？阿贝，哎，乖。来，这快递啊，是凤如寄礼物发给爸妈的。凤如这孩子，他自己省吃俭用的，还破费给我们买礼物啊！那你的礼物嘞？你们可别看我两手空空哦，我有特别准备一份大礼，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因为我就是礼物啊，特别空运来台哦。圆圆，你准备好了没啊？我要跟爸妈连线喽。来了来了，你觉得还行吧？真的？哎，好啦，快点过来吧。来， Hello， 爸妈好，大家好。Hello， 爸妈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！谢谢啊。你们几个啊，今天联合起来就是要帮爸妈庆贺结婚纪念日，爸妈真的好感动啊！礼物有收到吗？谢谢你们啊！凤如、圆圆，爸妈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们啊！爸妈，我还有一件更开心的事情要报告。是啊，
爸妈，我学会炒蛋了。太好啦！哎呀，爸妈老是担心我什么家事都不会做，会给凤如贴负担。不过我现在很努力的学，我正在学呢。谢谢你啊，那么用心经营你们的家，圆圆，你真的很棒。有你陪在凤如身边啊，我们真的很放心。爸妈，我还有一件更高兴的事情要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定很想听。好，有什么事赶快说，别在那边吊人胃口了。该不会让我们猜吧？那我一定猜啊，圆圆有喜了。哇，大哥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太厉害了！真的怀孕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比什么做家事啊、会炒蛋啊，更让人高兴啊！是啊，是啊。你现在怀孕初期啊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尽量多休息，知道吗？想吃什么就让凤如去弄，反正她会做家事啊。孕妇的特权可真大呢。是啊，圆圆怀孕，我又要当阿嬷了。这个消息啊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啊，最好的礼物了。你说是吧，珍珍？哎，妈嘞，妈去哪里了？你不知道啊，我们珍珍师姐泪腺很发达的。妈，都感动到旁边流眼泪了。这样就感动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忘了跟大家说。还有啊，凤如，我都不知道你话这么多哎。你快说，妈想听啊。爸妈，在美国这里很常听见的，孩子对父母说的，或是父母对孩子说的，但是在我们家却很少说的。爸妈，我爱你们。爸妈，我爱你们。我们从来都没有把爱说出口，现在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爸妈，我爱你们。爸妈，我爱你们。阿公阿嬷，我爱你们，我也爱你们。好乖啊。大哥你呢？跟你啦，男子汉连爱都说不出口啊。少啰嗦了，讲出来哪有这么困难啊？妈，我爱你们。我也爱你们了。爸也爱你们。爸，还有我们呢，还有我们，还有我们。放心，不会漏掉你们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，我们怎么可以放过今天的男女主角呢？对啊，我们的资深贤伉俪还没有互相表示啊。爸，表示一下啊！爸，你先啦，快啦，爸！哦，站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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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不要害羞嘛。珍珍，谢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，还有照顾，感恩了。谢谢你对我的爱与珍惜。感恩的话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下辈子再嫁给你好了。
祈求老天让你平安顺利。就是这样，我们一家人啊，都要互相扶持，珍惜所爱，我们一定做得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只为想想，珍惜你的辛苦，你的独立，不停绕着地球飞行，是你给我奋斗突破的勇气。我们的爱千千万里，心能跨越的都不算距离，就算来自远方的电话里，也能交换最亲近的关心。我们的爱千千万里，越是不容易才越懂真情。如果不是无法日夜相依，怎么会更把握分秒相聚？